海曼，无知者的伤势怎么样了？已经用最好的医生和设备在全力抢救，现在仍没度过危险期。不过说实话，我从没见过生命力这么顽强的人。因为阿米尔自始至终都在战斗着，这一点我们13个人里没人能比得上他。可是如果我们治好了他，控制身体的仍然是斯科特怎么办？赛克隆城会成为第2个盖亚要塞的。那也要治好他，这是我们欠他的，必须还。而且老夫相信他醒过来的时候，控制身体的一定是阿米尔。还是通知哈登和牧师一下吧，以防万一。明白。另外，刚才您说你们都欠无知者是什么意思啊？那是老夫还没有成为分解者之前的事了。当时老夫和其他人一样，都和 TOP 签署了成为实验对象的协议，与斯科特、阿米尔同在第3研究部。斯科特曾经是个暴力倾向严重的无期徒刑重犯，在来到 TOP 的实验中心后，也毫无收敛，总是无端生事。第3研究部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欺负过，当然，我也和他干过几次架。不得不说，面对不要命的疯子，格斗技巧毫无用处，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外号“疯狗”。而他的灵魂也如同疯狗一般，攻击着所有与他配对、一起做灵魂冲击试验的实验体。实验失败的结果就是丧失灵魂，成为白痴。但出人意料的是，斯科特却每次都完好无损地幸存了下来。如此强韧且充满了攻击性的灵魂，引起了 TOP 的注意。配对冲击试验不减反增，甚至有的研究员提出让斯科特与别的研究部门中的优秀实验体进行配对试验。这个消息搞得所有参与实验的人都人心惶惶，有的人被骗进实验室，但发现配对的对象是斯科特，他们宁愿自残也不愿意失败后变成白痴。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没有正常的精神状态，实验几乎全部失败，研究已经进行不下去了。TOP 的高层最后决定，强制进行与斯科特灵魂配对的撞击实验，不然的话就按违反协议遣送实验人员。每一个签署协议的人都有不能回头的原因，所以我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既不能回头，也不愿意去和那条疯狗拼灵魂。就算试验成功，想到要与它共存一个身体里，那是比死更痛苦的折磨。可没想到的是，这个实验我来做吧。阿米尔·斯特里奇这个身材矮小、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家伙，曾经被斯科特像狗一样踩在脚下，受尽欺辱的人站了出来。所有人都认为阿米尔的行为与自杀无异。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流浪者，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可以说甚至连个愿意稍微靠近他的生物都没有。也许他自己都放弃了生存下去的希望，才自愿来做实验。
可意料之外的是，撞击实验完成后，两人都陷入了昏迷。直到第3天，阿米尔醒了过来，而斯科特成为了没有灵魂的躯壳。醒过来的是阿米尔，但实际控制身体的却是斯科特。拥有了分解能力的斯科特立刻开始了大肆破坏和杀戮。面对刚刚苏醒就可以使用分解能力的斯科特， TOP 的安保人员毫无反击之力，我们所有人也只能等死。就在第3研究部要被彻底破坏之际，阿米尔倒下了，他再度陷入昏迷。当他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斯科特已经消失了，阿米尔完全控制住了身体。那也是我在 TOP 第3研究部最后一次见到阿米尔，之后他就被转移走了。一直到哈登摧毁了整个研究所，释放了所有被实验的人和分解者，我们才再次见面。那时他已经叫做无知者。所以你觉得同是第3研究所出来的人都欠了无知者一条命是吗？也不全是，老夫只是敬佩他当时挺身而出。毕竟在那样的情况下，连身为军人的我都在犹豫。而事实也证明，强大的灵魂不一定就是凶悍的，至少斯科特的灵魂无法战胜阿米尔。不过阿米尔的性格多多少少还是受到一些影响的。现在的他比以前张扬多了，幸好平时总有牧师看着他。但这次哈登大人单独派无知者大人来镇守盖亚要塞，应该是和牧师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相对于这件事，老夫更在意 TOP 的那几个特工。赫姆拉塔城之战刚结束没多久， TOP 就派人来拆盖亚要塞，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准备好发动全面战争了。而且这次与阿米尔的正面冲突，算是对我们敲响了警钟。TOP 的分解者特工，再加上专门针对我们的科技武器，我们的优势并没有多少。对了，说到 TOP 的特工，维克多刚刚回来了，现在大厅等候，好像在增援盖亚要塞的途中遭遇了那几个逃跑的家伙，但追击似乎不太顺利。一起过去听听吧。维克多，出了什么事？凯撒大人，属下办事不力，为联盟蒙羞了。到底什么事？属下收到增援信号，带着联盟卫队赶去盖亚要塞的途中，遭遇了逃窜的 TOP 入侵者，于是属下带领3艘巡逻艇前去追击。他们跑了是吗？不是。追击途中1艘巡逻舰坠毁，伤亡暂时不明。另外2队人和我一起追上了 TOP 入侵者，而且还意外地发现了切尔姆城。切尔姆城？你是说分解者联盟中的毒瘤，移动黑市切尔姆城？是的，他目前隐藏在碎石星群中间。碎石星群？难怪之前搜索不到。我一直认为他们走私物资和做情报交易，一定需要保障畅通的运输路线以及信息来源。没想到他们反其道而行之，竟然隐藏在根本无法通行的碎石星群里。而且碎石星群的位置一直随着引力在变化，如果控制不好悬浮位置，随时可能乘毁人亡。你先不要打断他，维克多，继续说。是。克里曼苏、弗瑞德尼克还有不死者修，都在切尔姆城。维克多，你确定对方是不死者修吗？我们可都没见过。大变革之后，他的行踪就成了谜。应该是的，穿着乐队服装，漠视生命的眼神。最关键的是，那一剑我保证刺穿了他的心脏。不管是不是真的不死者修，我都得亲自去一趟切尔姆城。凯撒大人，和弗瑞德尼克的7日之约，我们是不是不用遵守？不，既然你接受了他的约定，就等同于老夫接受了，我们必须遵守。维克多，召集第2空间所有联盟军的部队需要多久？铁翼联盟本部只需3日就可集结完毕，其他联盟估计5日。
那么你现在就去传达老夫的命令：铁翼联盟全军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另外，发召集书，以分解者联盟的名义，命令第2空间其余各联盟军队6日之后在碎石星群外集结，等候统一调度，目标是切尔姆城。属下明白。还有什么事吗？那些违抗命令的士兵该如何处置？他们只是不想抛下我自己逃命。你当时有说这是命令吗？有的。那么就军规处置吧。维克多，轻易不能超越规矩，不然必定造成混乱。你应该明白的。对不起，我知道怎么做了。海曼，你们兄弟俩有时间的话也多沟通沟通。维克多是个太重情义的人，我就怕他一时头脑发热，做出什么违反规矩的事。而且作为指挥官，也不要什么事情都冲在最前面。凯撒大人，这一点我也没办法。维克多从小就视您为偶像，这个毛病应该是受到您的影响。那我们不谈这个了。总之，你们兄弟俩还是多聚聚，别只顾着忙各自的工作。放心，我们私下还是会经常去喝一杯的。而且我和弟弟能与您并肩作战是一种光荣，我们会全力以赴。还是你比较像你们的父亲，好吧？维克多现在去做战前准备。那么你这里有一个优先级别更高的任务，必须马上执行。有人趁我们和白昼女王决战的时候，破坏了女王实验室，所有关于病毒和抽取灵魂的资料都被毁了。这是我从那个分解者手里抢过来的疫苗。疫苗？针对分解者病毒的疫苗？没错，这也是我去赫莫拉塔城的另一个目的。牧师和无知者要调查的是真相，而我要为全联盟的战士们负责。你现在拿着疫苗，马上去本部研究院，尽量想办法把疫苗量产化。你想让所有分解者都接种疫苗是吗？士兵优先。当时我赶到研究所的时候，装病毒的那一只已经不在了。我不能保证这次 TOP、弗瑞德尼克、不死者修他们一起出现在切尔姆城与此事无关，不能冒这个险。明白了，我会亲自督促这件事的执行工作，尽量在进攻切尔姆城之前完成。另外，盖亚要塞的守军再增加1倍，我们不能有一点失误。我总觉得事情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这里面肯定有更大的阴谋。我们和 TUP 的人又不是第一次打交道，只派一个过期前任行动队长、现任特战队教官的克里曼，带着一个分解厂半径为0的不死人，以及一帮大变革之前的普通战斗人员，就赶来赫莫拉塔城。即使暗中勾结了女王，你不觉得这也太儿戏了吗？连一个真正有实力和头衔的家伙都没有。不管 TUP 的实力有多强大，毕竟还是民间组织，名义上的领导者还是联邦政府。这次 TUP 的行动应该是没有经过政府授权的，所以用的都是正规军队编外人员。你的意思是联邦政府并不赞同他们与白昼女王合作？这次的行动纯粹是 TUP 私下操作的？不要忘记了，女王为了掩盖这次针对所有分解者的大屠杀，制造了足足700万普通人的死亡惨剧。而且赫莫拉掌握着针对分解者的病毒，如果擅自派出精英部队，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克里曼这种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普通人，当然是行动的首选。说到病毒，我还是有些疑问。我和阿米尔都认为病毒感染的目标是打开的松果体，只有这一点我们和普通人是不同的。但它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呢？我和阿米尔都接触过白海突击者，阿米尔甚至直接触碰了被感染的罗特，但我们俩却并没有被感染，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在帮米诺克斯和罗特恢复身体的时候，也没有看出什么异常的状况。这个秘密，可能只有赫莫拉知道了。还有那个叫凯伦的小鬼，他真的了解世界的本质吗？能分解自己的身体，
这可是连之前的白昼女王也做不到的，即使是不死者修也不行。我很难想象世界的本质可以用几句话就表达清楚，即使是分解者想讲清楚自己的分解能力，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的小家伙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认为应该是 TUP 的一个诱饵，而赫莫拉就是第一个牺牲品。利用我们追求更强大力量的欲望，还有还原这个世界真正样貌的执念。我们到了。你确定我们快到了？专心看前面的车啦。你放心，根据 ME 的描述，寒冷的天气、废墟般的镇子、巨大的人工坑洞、一层一层深不见底等等信息，研究所本部一定在那个地方。哼，你真有自信。有个问题我很好奇，一直想问问你，你和凯伦到底是不是情侣？哎，你不是想我和凯伦死的吗？这你也有兴趣？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我先干掉凯伦，会不会让你更痛苦一些？唉，八卦就八卦嘛，女人的天性还找什么借口？其实我一开始答应和凯伦约会，只是好奇而已，顺便逗她玩玩。真奇怪，一副书呆子一样，却是个学渣。那现在呢？他可是为了和女王做交易，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还搭上了我们所有人的命。唉，我也不知道。和他共存的那段日子，可以说我已经厌恶他到了极点。可是看见他被女王分解掉的那一刻，哼，心痛吗？虽然只是灵魂，但仍然能感觉得到。也许吧。哇，你干什么？快看！啊，真的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不管是为了维护新世界的秩序，守护同生共死的挚友，还是尽忠职守，到底是什么在支持着他们如此坚定不移地战斗下去？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到阴霾，目光中没有迷茫，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能改变世界吗？相对于他们，我当时凭什么能如此自信地说出自己将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呢？我已经记不起来了。